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我现在在山东威海国家五级景区刘公岛的旅游码头。刘公岛呢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大家记住了，就是在这边买票坐船去刘公岛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网上购买。刘公岛也是甲午海战的爆发地，去刘公岛的中老年人较多啊，大部分也是旅游团。票已经买好了，现在基本上都是在网上购票了。它这个门票啊是122元，现在可能优惠了几块钱啊。122呢是最基本的一个门票，就是加你去刘公岛的门票和船票，它还有索道票呢是60元，和刘公岛上的景区观光车呢也是60元。也就是说，你上岛最基本的就是122元。从这里坐船开始上船了。这个视频呢，主要是给大家拍一个门票、交通，然后再看一下海上的风光。这是船舱里面的座位，大家基本上都是站外面啊，在外面可以看风景。出发了，对面有一艘大游轮，叫做侨香号。这艘游轮不知道是去哪的，是国际航线还是国内航线？这个大圆筒子是干嘛的？是防海潮的。威海的地形啊，就像是一个带鱼状，海岸线比较长，都是沿着海岸线建设的。刘公岛就在对面，其实它的直线距离呢也不是太远。还有海鸥呢，这个时候如果有点火腿肠啥的，扔一扔，海鸥就来了。刘公岛已经快到了，今天的末班船呢是6点半，也就是说你在6点半之前一定要赶上这趟船，不然你就回不去了。刘公岛有点像是厦门的鼓浪屿，当然它们的性质不同啊。下船了，这里是岛上的游客中心，修的还挺漂亮的。前面这个雕塑寓意很深呀，1998年国务院批准的。这是国家五级景区的标牌。这后面呢有一个介绍，非常的深刻，我就不给大家读了，等一下边走边说。我们先整体看一下刘公岛的地形图。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，这个岛上有一个环岛观光船，就是绕岛一圈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景点呢，基本上都是在前海这一片，后海是没有这些的。后海的风景要漂亮一些。坐索道呢，可以上到刘公岛的最高顶旗顶山，是153米，上面还有一个炮台。这边有卖票的啊，就是海上环岛游和观光索道，都是60元。大家记住了，刘公岛上有一些地方啊是不能拍照的，所以大家不要乱拍。当然，它开放的地方都是可以拍照的。还有刘公岛上是禁止烟火，如果抽烟的朋友是不能带打火机上来的。从这里再看一下对岸的威海城市风光。这一片湾呢就是威海湾了，前面就是铁码头，前面呢是中日甲午战争博物馆，江主席题写的，还有海军公所4个大字，相当于是北洋水师的司令部。这个地方呢我会单独给大家拍视频，先大致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刘公岛。刘公岛位于威海湾内，面积是3.15平方公里，最高处海拔是153米，岛上植物茂密，风光优美，历史文化悠久。据考证，战国时期啊就有人居住。相传东汉末年，皇子刘铭漂泊至此，扶危济贫，广施善行。后来呢，大家称其为刘公，这也是刘公岛名字的由来。后来呢，到了清光绪14年，公元1888年，北洋海军正式成立。1894年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次年北洋海军再次覆灭，刘公岛痛闻天下。1898年起呢，又被侵略者英国强租42载，迄今岛上有北洋海军及英租时期留下的古迹，触目皆是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100多年前的建筑，当然这个肯定是经过后面维护修缮的。刘公岛是甲午战争纪念地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也是国家森林公园，为海内外著名的旅游胜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这些房子都是用石头堆砌的，就地取材嘛。看一下，这是国耻呀。这边是西村华商住宅旧址，看看这些房子都没有开门啊，100多年前了。
这后面有个介绍，始建于1918年，为改善卫生状况和居住环境，殖民政府规划拆除刘公岛全部房屋，按照英国卫生标准建设东村和西村，在西村只改建了10户民宅，主要供岛上巡捕和华商租用。这两边都是的，这边也是的，没有什么人打理了呀，长得都是杂草丛生的。这里有一个炮台，像这种呢，就是时刻的在提醒我们铭记历史。这里还有栋建筑，共济会德恩垂会馆。这里有一个介绍，上面有一个北洋海军忠魂碑。姐姐，看，这下面有一个介绍，就是要铭记历史，缅怀先烈。这个是什么品种的鹿呀？熊猫。这边是蒸馏所旧址，这里有个介绍，该建筑是英租威海卫期间英军海水淡化的场所。这里面是历史选择展馆，这个铁轨看到没？就是通到铁码头的，拆了重修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。甲午海战，当时清朝有着亚洲第一海军和亚洲第一战舰之称，最后还是战败了。当然历史不去评说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铭记历史，吾辈自强。好吧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其他的景点呢，我会给大家单独的拍一下。